大家好，关于近视和用眼，我做了一期南怀瑾先生的用其光复归其明的视频。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南怀瑾先生对眼睛近视问题的论述。我归纳出他老人家讲述了4个用眼防近视的要点。古人的教育，看书不低头，看书的姿势颇是关羽读春秋的会象，人端坐，直腰挺胸，头也是正直的，以书本就目，从不低头看书，更没有躺在床上歪着身子看书的姿势。看任何书都如此，写字也是如此，一定要端龙正坐。不但是仪表风度的问题，更有其生理上维护健康的原因。千万不可如现在一般人写起字来，纸一定要放得歪歪的，坐得也歪，身体如瞎子，头又偏又斜又歪，扭曲的像一个被孩子弄坏了的洋娃娃。这也许就是现代的艺术化，可惜很不卫生。摘自孟子与离楼，我们的6根都在漏，这一代年轻人眼漏得很厉害，近视眼特别多，在电视和日光灯影响之下，眼睛的精力损耗特别大。不知道你们怎么样，我读书非要用普通的灯不可，日光灯对我来讲闪动得太厉害，眼睛受不了。当年我每天看20卷经，几乎除了吃饭、上厕所、睡眠之外的时间，通通在读书。真做到了手不释卷，眼不离卷，字又那么小，还要做笔记，这么弄下来，眼睛也没弄坏。当年的灯是油灯，用1小盘花生油和棉灯芯，如此而已。现在的灯很亮，很多书用全白的纸印，这样也会伤眼，所以我们出版的书都不喜欢用太白的纸。外行的人还问我们为什么用比较差的纸印书。摘自维摩诘的花雨满天。头要正，头不正会把脑下垂体气脉压住，看书也搞得肩膀疼痛，眼睛也近视了。所以我教你们年轻人读书不要低头，关老爷看兵书一定把书拿到眼睛高度读，哪怕手累一点还是要这样读。读完了书合上放好才休息睡觉，不会拿本书躺在床上歪着眼睛去看，那还不变成斗鸡眼，戴上眼镜吗？读书嘛，手要洗干净，所以你看我这个手帕，每个桌子上都有。我要读书以前一定擦手，不管什么书，书写出来都很不容易，所以值得尊敬。每一本书读完了都保持干干净净。书带到厕所去，这个习惯很有问题，你们要注意一下，这也是代表文化的水准。摘自我说参同契。我发现这一带海峡两岸4地，澳门、香港、台湾、大陆出的书都有一个大问题，尤其是负责教科书出版的朋友们更要注意了。现在书出来纸非常白亮，加上这样亮的电灯光，眼睛都搞坏了。像我现在90岁了，从小开始读书，那时没有电灯，煤油灯还是后来的，靠蜡烛一点点灯光，或者点一根灯草的油灯读书。我读的书吹牛给大家听，光是武侠小说都看了数万卷，还不要说正统的书，全部大藏经、道藏读完，四库全书差不多翻遍了。我到现在90岁，有时候晚上看报纸还不戴眼镜。现在的小学生都戴上眼镜了，原因是什么？出版界要注意，负责教育的更要注意。纸太白，电灯太亮，字印得太小，尤其是教科书等，不要用小字，书纸要用米色的。
现在印的书是为市场而出版，没有为国家、民族、为年轻人的文化教育、为孩子们的健康而用心，这是我们要反省的。每一个家长自己也要考虑，这样对孩子的眼睛和脑都不好。摘自南怀瑾讲演录。眼睛看到光明是很重要的，不但我们人类一般的生物大部分都有眼睛，都喜欢看到光明，生命的活动才充实。但是大家要注意，世界上有更多的生命，同我们大家一样都是生命，都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们并不需要眼睛看，并不像我们需要有白昼的光明，但是活得也蛮好。这个生命的功能自己要深入明白。我今天要说的，请大家注意，尤其跟在我旁边一帮男女老幼的同学们，自己做修养功夫的更要特别注意。比如我的眼睛现在也快要同他们一样失明了。我的眼睛在13、14岁时已经有点近视，因为我喜欢看书，也喜欢乱玩。但是当我发现的时候，自己就练习把它挽救回来。所以现在看到小孩、年轻的同学给我写信写小字的，我就非常担心，告诉他们要写大字。凡是近视、眼睛视力不好的人，天生就爱写小字，这是很不对的。这里是顺便提到。所以几十年前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曾建议教育部告诉出版界的人，你们做点好事吧，出版的书字要印大一点。后来他们有些人也采用我的意见，外文、英文喜欢排列小字，那是不同，因为是横排的字，另有一个道理。我说中文出版的书，尤其是小说或者孩子们的书，不要小于4号字，5号字就千万不要印，太小了。还有所有出版的书，纸张颜色不要太白，要暗淡一点，乃至带一点米黄色，对眼睛比较好。摘自21世纪的前言后语，我归纳出他老人家讲述的4个用眼还近视的要点，是正身、大字、米色纸和柔和灯光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、转发、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的新视频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